罗布泊畔立功名，茫茫戈壁复征程。科考英魂何处觅？唯留沙海共悲声。大家好，在下奇闻居士。在中国的广袤西部，隐藏着一片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禁区——罗布泊。这里曾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却早已被黄沙吞噬，成为一片荒凉的沙漠。但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土地上，却发生了一起至今无人解开的神秘失踪事件。这位失踪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生物化学领域的权威，他名叫彭加木。作为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他不仅为国家做出了卓越的科研贡献，还曾亲自带领团队深入罗布泊，发现了富饶的钾盐资源。然而，就在一次科学考察中，他神秘失踪，消失在这片沙海之中，留下了无数未解的谜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深入罗布泊，探寻这个关于勇气、探索与神秘的传奇。彭加木，一位杰出的生物化学家，也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副院长。他不仅是实验室里的学者，更是一个充满热情的探索者。他渴望将科学与自然相结合，尤其对祖国边疆充满执着的向往。上世纪60至70年代，彭加木多次带领团队深入新疆的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这片荒凉而神秘的土地成为了他探索未知的关键之地。在他的领导下，科考队在罗布泊发现了丰富的钾盐资源，这为中国当时匮乏的资源提供了重要支持，也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罗布泊位于新疆的塔里木盆地，曾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湖泊曾经波光粼粼，但如今已变成一片干涸的盐壳地。它的变迁仍是自然未解之谜，昔日的繁华被沙漠吞噬，唯有遗迹和传说讲述着过去的故事。尽管如此，罗布泊依然藏有丰富的历史与文化遗产，散落着古墓、青铜时代的墓葬、佛教遗址和令人惊叹的木乃伊。这些考古宝藏吸引了无数科学家与探险家前来研究。1980年，彭加木再次带领由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组成的科考队前往罗布泊，目的不仅是为了解开更多的科学谜团，也希望进一步揭开这片神秘土地的面纱。然而，这次探险之旅注定充满挑战。科考队选择了进入最恶劣的季节——酷暑、干旱和沙尘暴成了他们面对的最大考验。车辆常常陷入沙丘和河床，物资短缺让他们的旅程更加艰难。种种困难让这次探险充满了危险与未知。随着科考队深入罗布泊腹地，挑战变得愈发严峻。酷热的天气像火炉一样炙烤着大地，地表温度常常高达50-60摄氏度，空气干燥的几乎能点燃一切。队员们口干舌燥，汗水湿透了衣服，体力消耗严重。然而，更加棘手的是，由于前期规划失误和不可预见的因素，补给消耗的速度远超预期。到了1980年6月17日，即探险开始后的第5天，队员们发现汽油和水即将耗尽，这意味着他们将在这片广袤的沙漠中陷入困境，甚至可能面临生命危险。无奈之下，科考队请求军队提供支援。然而，罗布泊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救援部队的到来需要时间。在等待的过程中，队员们的焦虑和紧张愈发加剧，每1分钟的延误都可能带来致命的风险。就在此时，彭加木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在6月17日上午10点30分，他留下一张简短的字条：“我往东去找水井。”他没有告诉队员具体的计划，也没有带通讯设备，只带了2个相机和1个水壶，独自离开了营地，消失在浩瀚的沙海中。尽管军方已经指示队员原地待命等待救援，彭加木还是决定独自踏上寻找水源的艰难旅程。彭加木离开后，科考队的其他成员焦急万分，他们深知罗布泊的危险，也明白彭加木此举的巨大风险。经过短暂犹豫，
他们决定尝试寻找彭加木。但罗布泊的自然环境比他们预想的更加复杂和险恶，沙海茫茫，强烈的阳光和高温让搜寻变得异常困难，而队员们的补给也已所剩无几。最终，他们不得不放弃搜寻，回到营地继续等待救援。第二天中午，期盼已久的直升机终于抵达，带来了燃料和水。与此同时，军方也发起了大规模搜救行动，数十架直升机、飞机和车辆，数百名军人投入到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搜救中。他们逐寸搜寻，希望能找到彭加木的踪迹。然而，除了一个糖纸和一组在沿杰克盆地边缘戛然而止的脚印，军方一无所获。彭加木就这样消失在了罗布泊的浩瀚黄沙中。彭加木的失踪迅速在全国乃至全球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在执行国家科考任务时突然失踪，令人震惊。有些人认为彭加木在寻找水源的过程中不幸遭遇了沙尘暴，被掩埋在黄沙之中，尸骨无存。由于罗布泊气候变化莫测，沙尘暴常常突如其来，这一说法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也有人猜测，彭加木可能被冷战时期的美国或苏联特工绑架。当时国际局势复杂，局外人认为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更有极端的说法将彭加木的失踪与外星人联系起来，认为他被外星飞船带走。1980年10月，香港一份报纸刊登了一篇报道，称美籍华人学者周光磊在华盛顿一家餐馆里看到了彭加木。报道中提到，彭加木在看到周光磊后匆匆离开，并有2名美国人陪同。然而，官方确认该报道为虚假信息。彭加木的妻子夏淑芳也表示，他根本就不认识周光磊这个所谓的30年好友。在各种传言与猜测泛滥之时，也有一些专家试图从科学角度解释彭加木的失踪。彭加木的同事，曾任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所长的夏训成，在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后，提出了2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彭加木在离开营地当晚遭遇了8到10级的大风，迷失方向，最终因缺水和体力透支倒在沙漠中。第二种可能性是彭加木在雅丹地貌中寻找水源或休息时，因土丘结构不稳定发生坍塌，将它掩埋在地下。如果真是如此，他的遗体可能已经被流沙带到远处，难以被发现。2006年，罗布泊地区传来消息，称发现了一具干尸，身上有疑似暴力伤痕。有人推测，这具干尸可能就是彭加木。此消息一经传出，各种猜测再次升温。然而，官方最终并未证实这一说法，并表示经过 DNA 比对，干尸并非彭加木。那么彭加木到底去了哪里？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答案，成为了一个悬而未解的谜团。近年来，随着科技进步和探险装备的更新，越来越多的探险队和科考队走进罗布泊。他们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雷达探测、无人机和卫星遥感技术，对这片神秘的土地进行全面搜索，试图找到彭加木的遗体或其他线索。同时，他们深入研究罗布泊的地质、气候、动植物等，力图还原彭加木失踪时的环境，并分析他的可能行动路线。与此同时，一些民间组织和志愿者也加入了寻找彭加木的队伍，通过网络平台和实地考察收集信息，并与官方和科研团队合作，提供新的线索。尽管迄今为止仍未找到彭加木的遗体，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解释他的失踪，但每一次的探索都为揭开罗布泊的神秘面纱和解开彭加木失踪之谜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可能性。这不仅是对一位杰出科学家的缅怀，更是对科学探索精神的永恒致敬。